对我来说其实比较直截了当，因为当时在1989年的时候，我就在天安门广场，六四镇压的时候，我亲眼目睹了，而且看到了中共的坦克把年轻的学生碾死。对我来说，这当然是无法忘记的一个非常非常惨烈的一个历史的见证。对我来说，从那时候就开始不太相信共产党的任何的这个说辞。那么他在之后的几十年吧，30多年里面，还是不断的重复着各种各样的谎言。那包括对中国国内的律师的镇压，对法轮功区域的镇压，对地下教会的镇压等等那很多朋友都跟我谈到他们在中共这个政权底下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人权的践踏。对我来说，他们的经历也是亲身的见证。包括最近我跟一个哈萨克的朋友谈起来，他也是说到他非常明确的在新疆看到了自己哈萨克的民族被他们做种族的清洗，而且跟他们一起在新疆被关押的也有法轮功的学员等等。所以这个中共政权在过去几十年里面一直在对中国的老百姓实施各种各样的镇压，只不过外面的媒体不知道，中共一直在撒谎，所以我觉得他的谎言是一个套一个，就从来没有停过。中共这个政权，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寄生虫就是而中国大陆、中国整个的民众就是相当于它所寄生的这个宿主，它不断的从这个宿主里面汲取它的营养。然后来滋生整个它所派生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附属的组织，中共这样一个群体，它实际上是榨干了中国老百姓的这个资源、老百姓的血汗，而它自己本身是一个不劳而获的群体。从来没有其他的国家像中国现在这样一个体制，除了要有民众的这个纳税的钱要养一个政府外，还要养一个庞大的共产党的这样一个体系。那这个我觉得就是中国现在很多问题的一个根本，因为这样一个凌驾在中国体制之上、中国老百姓之上的一个寄生虫，如果不把这个寄生虫给赶出去的话，那么这个宿主一定是会被它耗干吃光了，然后这个寄生虫会再去寻找下一个宿主，所以中国老百姓承受的这个苦难，如果不把这个寄生虫、不把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毒瘤给切除掉的话，不会完的，不会停止的。我觉得就是在目前的阶段来看，包括现在的塔利班的政权都被邀请到中国大陆去，然后中国政府现在所结交的这些朋友都是国际上的恐怖组织，不管是塔利班这个伊朗还有这个比如说北韩这样的集权的政府，那中国唯一剩下的就这些朋友，你就可以衬得出来，就是整个国际形势上，中共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孤立，也只有这些集权的暴君或者是极端的恐怖组织能够跟中共为伍，这个是整个大势所趋。在最后的这个阶段，中共肯定是会被整个国际社会所唾弃的。任何国际社会上正义的力量这个有正常的民主体制的这个国家都不会和中共为伍的。人们其实是非常珍惜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中国老百姓的这些优良的素质，国际社会都是认可的。但是很明确的，一旦提到中共政权的话，没有人会支持他。而且现在即使是在美国，朝野两党对于中共的这个本质的认识也是非常清楚的，而且特意的是把中共跟中国老百姓区分开来的。我觉得这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国际的大的趋势，大家都在抛弃中共。我觉得三退保平安实际上就是一个转折点对于我自己还有很多朋友来说，就是当你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你就开始更系统的自己去想一想，我的脑海里面到底有多少东西是共产党灌输给我的毒素。因为自己在中国的环境下，毕竟也是从小到大成长起来，受过他的这个体制下的这种教育，所以其实脑袋里有很多这种中共的余毒。我觉得三退以后呢，也有一些我的朋友在国内的，他就觉得哇，一旦做了这件事以后，他再去看过去的这些教科书，还有看现在的这个报纸的话，他完全有一个不同的感受，他就发现自己被蒙骗了非常非常久了。那么他就会自己开始重新思考，我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那么自己的家人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所以我的朋友就三退以后，他就赶紧想尽办法，一定要离开中国这个地方。他觉得在中共的体制下没有办法呼吸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是一种觉醒的感觉吧。很多在国内的老百姓，包括在国外的很多华人，还是
没有把中共跟中国还有中国人民区分开来，因为中共长期以来一直都是说，你一旦批评中共啊，就是不爱国啊，就是爱国的情节这个地方这个因素呢被中共放大的很厉害。所以中共现在我要维持它的政权，也是靠煽动这个民族主义、所谓的爱国情节啊等等，在海外的人甚至他的思乡的情节也都被利用上了。我觉得如果很多人能够真的区分开这一点，那么他就会看到中共所有做的邪恶都是在伤害中国老百姓的利益，在摧残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实际上从肉体上也是伤害了很多中国的老百姓。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很多人现在还不能够特别清醒地看清中共的话，主要就是因为他还是长期受中共的这些宣传的影响，在海外的华人很多人也仍然用微信不断的一天到晚接受来自中共的这些信息，所以不知不觉仍然会被他这个好像伸出来的一种魔爪仍然给抓住了，就是你还是有一些思乡的情节、爱国的情节被他可以利用。那其实我们分开来看，真正我觉得中国人应该为之骄傲的是我们自己的传统的文化，我们热爱那片土地，而不是这个共产党啊。中国历朝历代，对吧？所有的朝代都说，要铁打的江山，但是其实也许我们就在一个朝代终结的这个末期，对不对？这个趋势不可挡，对不对？任何一个朝代它终结的时候，你能有能力把它挽回住吗？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时代，我觉得对中国的老百姓也应该从自己的利益来想一想，我应该怎么样在这个也许是一个朝代过渡的一个阶段，真的为自己家人、为自己寻找一个更好的出路，要抛弃中共，看清楚中共，那么你才有可能将来中共被清算的时候，你不成为一个替罪的羔羊啊！就像文革结束的时候，有多少中共的这些公检法的官员也都被枪毙掉了，因为他们也是中共的帮凶。很多人觉得我在中共现有的体制下我是受益者我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好了，可是，在不知不觉中，你也在帮着中共做了很多违背良心的事情，很有可能就是这样子。很多人只是自己不觉得而已。都在随波逐流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中，你也会不知不觉使自己的这个很多良心淡灭掉中共就是想尽办法让人失去一个基本的道德良知的一个判断所以他现在在国内做的也是这个所谓的去正义化的各种教育，让人们看不清楚这个世界上还是有正义的，他就让人觉得到处都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你们不要相信国外还有正义的力量，你们也不要觉得自己应该站出来去维护社会的公义。中共做的就是这一方面来摧残中国人的良知，我觉得这个是对中国人来说是伤害非常大的。我对于在国内的还在海外的还没有退出中共的人来说，我觉得我的建议就是要赶紧做三退，因为这种声明来说，就是你从自己的内心的深处跟中共决裂，这个是自救的过程，自己灵魂自救的过程。有了自己灵魂的自救，然后才有其他的你这个整个社会的分歧的好转更多的人退出，才能带来社会分歧的好转。